在明治维新中，具有压倒性存在感的长州藩毛利氏，民间异话中一直都流传着，在他们的伟业背后隐藏着对德川幕府的深刻怨恨。更有甚者，说这种怨恨是从初代将军德川家康时期就开始积累了。那么毛利家和德川家到底有什么恩怨贯穿了江户时代260年？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这里是巫女花善里演绎日本历史与传奇的频道，记得先点赞订阅哦。在系谱上面，毛利氏自称是日本神话中尾上天穗日命的后裔。简单来说，这个系谱的话，是天穗日命的后裔经过野见宿弥、端氏大石，最后成了毛利氏。最早使用毛利这个名字的是大江广元的第四子末光，他接管了相模国毛利氏的家业，自称毛利继光。毛利的势力曾一度衰弱，然后出现了以山之剑的故事闻名的毛利元就。元就成为领导者之后，毛利氏迅速地扩大自己的势力。在毛利、吉川、小早川的安排之下，毛利家的势力迅速崛起，消灭了尼子氏，控制了本州岛西端的各国。在毛利元就带领的毛利氏全盛时期，其势力覆盖了西日本11国，蛋糕高达120万担。1571年，75岁的毛利元就去世。而从毛利辉元的经历，毛利和德川两家的恩怨便开始了。年轻的辉元继承了家业，他的两个叔叔吉川元春和小早川隆景就开始扮演辅助的角色。毛利家的稳定并未动摇。毛利辉元即位不久，就做出了一个影响接下来日本历史走向的决定。他选择庇护被织田信长放逐的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昭。自然而然的，毛利家就成了信长争夺全国霸权的最大抵抗力量。然而，当时代风向变化，丰臣秀吉开始起事时，毛利辉元直接一改态度，归附于秀吉，成为丰臣政权的5大佬之一。到此为止，确实是一帆风顺。直到1598年，丰臣秀吉去世，日本战国局势再次变得不稳定。秀吉政权之下，活跃的执行者是五奉行，他们各自都是有一定实力和很强工作能力的大名。当初在秀吉的领导下团结工作，但是没了秀吉之后，5大佬五奉行的内部便开始出现了裂痕。德川家康迅速填补了秀吉留下的空白，大家都能预测到，德川家终究是要取代丰臣家的。当然，这个过程本质上就是家康对秀吉的背叛，这方面的情绪自然也会有所归属。最终是石田三成整合了抵抗政权过渡的势力，而后便是关原之战和大阪之战，德川家的时代真正开始。在这一过程中，许多有力的大名都选择支持德川家康的情况下，辉元的立场非常的微妙。毛利辉元被石田三成说服之后，以西军总大将的身份迎来了关原之战。辉元带领1万名士兵进驻大阪城，派出养子毛利秀元和吉川广家出征。然后如你所知，本以为会打个1年半载的关原之战，实际上只用了6个小时就决出了胜负，最终是德川家康的东军取得了胜利。实际上，在关原之战的幕后，毛利与德川之间还存在着一场附加戏，那就是吉川广家与东军的单独媾和。在黑田长政的牵线搭桥之下，吉川广家与德川家康约定，如果保留毛利家，他的军队会采取一些有利于东军的行动。不过据说吉川广家和东军的密约并没有事先通知到毛利辉元，即使东军的胜利已成定局，辉元依然在考虑固守大阪城，进行全力抵抗。家康再次通过吉川广家向毛利辉元承诺，保证毛利家的领地的安全，促使辉元从大阪城撤退。不过之后，德川家康当然是没有遵守承诺，以毛利家在关原之战中对东军的敌对行为为由，没收了其领土。最盛时拥有120万担的毛利的领土，直接被砍到了只剩下州藩和长门2国29万8千担。从此，毛利家开始作为长州藩重新起步。身为败将的毛利辉元出家，由儿子毛利秀就接替家督。辉元的出家据说也包含了因为自己无能而痛失基业，向祖先道歉的心情。当然，此时的毛利辉元和毛利家的家臣们肯定是憎恨德川家康的，这正是长州藩不服德川幕府异化的根据。毛利是在德川幕府的江户时代对长州藩进行了重组，在早期治理中，主要是试图缩减犯罪率，实现毛利家新的开始。他们将秋地作为长州藩的中心和毛利家新的基地，在此地建立了秋城。关于建城，长州藩事先向幕府提出了山口、山田尻和秋3个候选地，最后由幕府决定在秋地。和其他的2个候选地相比，秋地本身规模小很多，交通也不便。选择秋地似乎是幕府压制长州藩的用意。当然，长州藩是没有资格说不的，但是也没有默默顺从幕府的全部要求。本来德川幕府严令各藩新城规模要尽可能小，不要修建战争用的大城，但是实际上长州藩最后完成的秋城
城郭几乎达到了广岛城的规模，而且由于秋地地处偏远，这座城反而成了非常战争实用的城。后来幕府竟然就算了，当然长州藩肯定是不能真的与德川幕府为敌，作为地方领主，肯定是要看德川幕府的脸色行事的。秀就迎娶了家康的孙女作为正室，也算是形式上的一笑泯恩仇。尽管在藩内也存在着观点不合等问题，但是江户时代基本形成了以毛利家为中心，长府藩、盐田藩、德山藩、清末藩等地的体制逐渐整备，持续至幕末。民间异话中留下了一些有趣的说法。据说每年长州藩的新年问候时，毛利家家臣都会问今年如何，然后藩主回答时机尚早，说的就是讨伐幕府的事。当然这个故事基本是不太可能是真的，且不说这么公开的敌对态度会让毛利家遭到什么样的下场，就单单这个故事本身，我就想说是不是和吴王夫差太像了一点。另一个类似的民间异话是，据说长州藩有向西睡觉的习惯，这意味着他们要把脚朝向位于东边的江户，迟早要压制德川幕府的意思。除此之外，长州藩也助力开发新田，领地石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经济上逐步积蓄力量，这也被日本民间一些人解释为是为了推翻幕府做准备。我感觉这就过于魔怔了，发展领地经济是不需要理由的，对吧？不过长州藩的发展成果确实是比较厉害，虽然中途出现了因为政策失败导致财政危机的时期，但是1836年毛利近亲成为藩主之后，深厚的积累一飞冲天，长州藩的实力取得了飞跃。毛利近亲一开始是任命了村田清丰掌握长州藩的实权，二人合力进行了大规模的财政改革和税务改革，这不仅整理了藩内的大量债务，而且使得长州藩的财政状况变得稳定。而收支稳定之后的长州藩，之前闷声发展积蓄的生产力就爆发了出来。1853年，一个象征着幕末历史的重大事件发生了，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强行入江户港，也就是著名的黑船事件。对于之前一直处于锁国状态的日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彻底打破了日本市民们岁月静好的幻想。另一方面，对于正逐渐失去权威的德川幕府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关于是否开国，日本国内意见完全分成了两派，无论是在中央决策层，还是地方精英，还是普通市民中，两派的声音都很大，日本国内的思想陷入了大混乱。然而，对于一直饱尝苦头的长州藩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随着樱田门外之变发生，幕府的权威进一步下降，又推动了公武合体的主张。在这段时间，长州藩和萨摩藩等实力强大又与西方有所交集的地方强藩的发言权相对增大，他们开始参与到中央政治。从长州藩出现的航海远略册等半逼宫的思想，也是继承了这个趋势。本来长州藩就是反对闭关锁国，倾向于开国的，而且毛利近亲预见到的这一点，早早加强了藩制，扩大军备。他们当然也知道，无论是尊王还是攘夷的思想，在现实中都是很难实现的。航海远略册真正想做的事情，其实还是通过贸易积累财力。是否真如他们所说的，能带来富国强兵、攘夷自强的结果，那是后话。但执行起来的结果肯定是要开国，也就是说，它本质上还是开国论，因此也受到了幕府的欢迎。韩非子的说来真的是智慧的杰作呀。不过遗憾的是，这个航海远略册受到了萨摩藩的强力反对，樱田门外之变以及国内的混乱局势，使得这个主张被终止。失去了推动改革的支持之后，长州藩决定重新改变舵向，主张坚决攘夷。虽然有些遗憾，不过纵观历史，基本上是不会把最优解真正走通的。就算德川幕府真的成功推动了开国，也难保因为过程不足而成为中长期的灾难的伏笔。而且站在现在更远的历史高度，从结果上看，可以说航海远略册促成了明治政府的富国强兵、直产兴业的政策。也许这样的结果对于日本历史来说已经不错了。在之后的京都，以长州藩为中心的攘夷论成为了主流，一些政治精英们开始议论长州藩的毛利家恢复了实力。然后1864年8月18日的政变和第二年发生的韩日门之变迅速地打消了这种妄想，长州藩直接从对政局影响最大的地方势力，变成了完全被排除出决策层。这种攻守变化的剧烈，也真实地体现了当时日本的情况。幕府又发动了2次对长州藩的军事进攻及长州征伐。经过这些磨难而不倒，长州藩积累起了内部力量，在坂本龙马的调解之下，他们与曾经的宿敌萨摩藩结成了萨长同盟，成为了倒幕派的主力，再次把握了历史的主导权。
之后，萨长同盟军带着这股势头进行了最后一场与幕府的战争，也就是戊辰战争。戊辰战争可以说是摧毁了德川家在新时代的政治可能性，毛利家终于实现了真正的倒幕。长州藩毛利家实现多年夙愿的复仇，当然不仅仅是依靠他们对德川家的憎恨，吉田松阴的松下村塾培养出了大量人才，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九坂玄瑞、高山静坐、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我想只听这些日本历史上浓墨重彩的名字，就会被当时长州藩的可能性所震惊。这些人才竟然都出现在同一时代的秋地，着实是令人惊叹。关于吉田松阴和他的松下村塾，可以回看1年前我建立频道早期的这个视频。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毛利进行早早的转向西洋式战术的先见之明。戊辰战争的记录中，人数和军费都占优的幕府军，反而是被压倒性的火力所击败，在西洋式战术面前无计可施。从大江继光开始的毛利家族，在战国时代出现了毛利元就，到关原合战的西军总大将毛利辉元，再到毛利近亲，毛利氏并不仅仅是与德川敌对，而是确实在日本历史上留下了光辉名字的一族。至于这种长线总结以外的，更有戏剧性的毛利家在某一时期的历史故事，那就是你点赞关注这个频道之后的节目了。我们下期再见。